嗨，大家好，我是沙僧。現在我們要去探尋的是一座始建於清代的無人的小廟。那據說這座小廟它修建以來裡面呢便沒有香火，也沒有僧人，甚至連一個名字都沒有。後來是過了很長時間呢，當地的村人才把它命名為觀音殿吧。那你看，就是這麼平淡無奇的一座小廟它卻非常的神秘。那是因為從古至今只要你去求拜的話，它一定特別的靈驗。關鍵是最獨特的地方呢，就是它竟然是建在懸崖峭壁的頂峰之上。那這麼神秘的一個小廟，卻又建在這麼隱蔽的地方，這在古代究竟是何人所建呢？那今天我們的故事就要從這裡開始。大山之間群山環繞，很難想象這裡呢就是五峰山了。你看周圍有很多險峻的山峰，而那座寺廟呢就不知道藏於哪一座山峰之上，你知道嗎？不知道，而且今天霧特別大，霧很大，沒錯。我們現在就沿着這個非常陡峭的盤山小路吧，再一直往上走。這路看上去也是有一些时間的喲。其實像觀音廟觀音堂，我們以前也去探尋過蠻多的。像四川那個以觀音為主題的廢棄的觀音堂裡面就有好多的觀音。如果沒有介紹的話，我連名字都叫不出來。相傳在過去這個寺廟的規模還蠻大的，而民間呢自古以來就有一個諺語，大概說的呢就是五峰頂上有五殿，一殿一峰呢一奇觀。而這五殿對應到的就是五座廟也就是說每一座山上都有廟沒錯。不過這五座廟呢，在過去它並不都是觀音廟，好像有天王殿三王殿，還有什麼大武殿之類的。但是在那個特定的歷史背景下呢，其餘的四座已經全部都被破壞了，現在就只剩下觀音殿呢還留在山頂吧。這條石板路就通向寺廟唯一的山路，應該是後來修建的。不過平時來的人很少，所以也算是一個小眾的秘境了吧。我們就得一直往上面這樣徒步。哎，你看在那個山峰與山峰之間好像有一座鐵索橋，能看到嗎？哎，看到了，挺險峻的，但是感覺好像要垮掉了吧？好像是有點搖搖欲墜不過在過去呢，就是這樣的一個鐵索橋鏈接着這兩個山峰應該有點故事。路還算比較好走，不過這個石板梯稍稍有點滑，因為才下過雨嘛，上面有蠻多的青苔。你看那座鐵橋就在那個地方了，看上去是不是近在咫尺？而我們已經走了快要半個小時了。前面這裡有一扇鐵門。是開着的，來，上面還在掉落石頭。你看这裡有一個像水池一樣的地方，不知道以前是蓄水池還是養什麼魚的呢？現在已經都乾枯了。哇哦！嗨，看這個山，
哦，這裡有水，這水還蠻深的。哇，谁把香烛啊插在这些石缝裡面？那是烧過的。這裡。對。有點滑哦。哇哦！我想我已經找到這個鐵索橋了，它在這裡。你看，哇哦，這麼近啊！沒想到竟然真的就在這個山峰之上啊！下面就是萬丈深淵哦。從這座山峰啊到那座山峰，它的直線距離的話，我覺得頂多啊也就只有7、8米左右吧，而這個寬度啊不足2米。可能也就是只有1.3米、1.4米左右吧。而在過去拉上鐵鎖鏈以後呢，就可以在上面啊鋪上這些木板以後，就可以走過去了。不過現在這些木板啊風化以後，看上去真是搖搖欲墜的。有一些鐵鏈是怎麼拉過去的呢？難道是扔過去的呀？我覺得應該不是扔過去的吧，因為這個鐵鏈還是蠻重的，所以我感覺更像是最開始的時候在鐵鏈的這一端啊綁上那種引導繩吧，就是它的鐵鏈的中間呢綁上那種引導繩以後，就把那個引導繩啊這樣扔過去，又或者說是把那個引導繩啊先用弓箭吧射過去以後呢，然後這樣就可以把那個引導繩一拉，哎，這個鐵鏈就拉直了，然後再在上面呢鋪上木板以後啊，就可以走到對面的那個山峰上面吧。那在過去沒有這個鐵索橋的時候，那些人是怎麼到對面去的呢？我猜會不會是，你看這裡有一個這樣的木條啊，會不會是他們先砍了好幾個比較粗大的那種樹樁，然後扛到上面來了以後，這樣立在這個地方，再把它這樣推過去，推過去以後，這樣就像是一個橋一樣，然後多這樣放上幾根樹樁以後啊，這個人就可以先通過去了吧？方法應該是蠻多的。但是現在你看這座鐵索橋啊，由於時間已經非常的久遠了，所以這些木板啊，感覺被這些大風刮過來以後啊，有一些木板都已經被掀翻了。你看像這樣的木板啊，其實非常的結實，不過上面粗大的鐵釘啊，都已經全部鏽著了。而在過去的這個五峰山上面啊，有很多這樣的鐵索橋吧。它與山峰和山峰之間呢相連，而那些小廟啊，或者是那些寺廟啊，就修建在山峰的頂上。它周圍是沒有任何的扶手的喲，所以在過去啊，一定是需要很大的勇氣啊，才能這樣走過去。這本身呢就是一個奇蹟了。那你敢過去嗎？我是不敢過去了。看上去啊，這麼的險峻，而且這麼的危險。就即便啊，在曾經如果是非常堅固的這個鐵索橋啊，我覺得我都不太敢走過去，因為這麼大的風，這麼高的懸崖，走在上面，這個橋又在晃，那你想那是多麼恐怖的一件事情呢？而剛才我發現啊，在這個地方呢，還有一些石碑，這個碑記上面刻上了很多的文字，你看我感覺應該是一些人的名字吧，這裡的字看不太清楚，那這裡還能看到永垂萬古，然後這是什麼？方朝貴、方朝富，這應該是兩兄弟吧。然後李向長，還有很多很多人的名字。那我估計這些人啊，就是當年修建這些寺廟啊，又或者說是個鐵索橋的做過功德人的這些名字吧，就留在這個地方的。但是你看這個山啊，其實已經不太結實了。好多地方感覺到隨時會坍塌掉，所以後來應該是做過一些維護吧。你這還有這種膨脹螺絲打進去了。這裡還有一個香台，看好多的香燭啊！哇，真是蠻漂亮的。而寺廟的話呢，應該是在另外的一座山峰。走，我们過去看一下。前往那座寺廟啊，應該就是從這條小路走。這裡還有紅布，
這下面啊，能聽得到这些村民好像在施工的声音。下面就是万丈深淵。哇，这里又有一扇门，是一扇木门。有人吗？进来参觀一下。哇，好像是一座寺廟。有一些神像，土地公、土地婆，陶瓷的。这邊這些神像看上去有點奇怪，你認識他們嗎？不認識，都是綠臉。你看這個牙齒啊，非常的怪異，拿着各種各樣的神器吧，上面還寫上了“月”字。不知道是誰，當地的神仙嗎？哇，這邊突然也有很多的神仙啊！連這邊有道家的，拿着太極。中間這一位是元始天尊嗎？這應該是觀音廟吧？但怎麼沒有看到觀音？你這裡香火還是挺旺的，上面有做過功德的人。張雪捐了13元，李元寬捐了100元。這裡面還有一些，這都是在木頭上面啊雕刻的哦，穿着官袍。香錢香，下面這裡是什麼？哦，水池已經都乾了。這寫什麼？維修觀音廟。哦，那就是一個寺廟的名字嘛，觀音廟。曾經有這麼多人啊做過功德，這廟並不是很大。應該也是後來修建的。走，我們繼續往上面走。哦，這裡又有一個鐵棚哎。哦，這個裡面啊，供奉的是送子觀音了。怪不得啊，剛剛明明是觀音廟，結果走過來以後呢，都沒有看到觀音。原來這個觀音啊，是供奉在這個地方的，是送子觀音。旁邊啊，還有一些童子。你看這位菩薩啊，還蠻有意思的。他的臉呢，比較的修長，而禪坐在啊雙層蓮花台上面，而底下還有一隻魚。旁邊這一位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小弟啊？雙手啊合在一起，然後放在胸前啊，竟然是單腳站立。另外一隻腳呢是屈膝的，是不是挺有趣的？這是個什麼？是個鐘嗎？哇，這和我們以前看到的一個鐘啊，還有點不太一樣。你看這個敲鐘的鐵錘，菩薩保佑，已經是鏽跡斑斑啊！我們繼續往那邊走。我們應該是快要走到這座山的山頂了。這裡還有一個小廟，不過這個小廟啊，竟然是空的，香台啊都破了，應該是摔下來摔壞了吧？哇，這裡有一個非常陡峭的階梯啊，從這裡爬上去。哦，那座小廟啊，就那個地方了，看到了嗎？看到了。走。哇，這兩邊啊，全部都是絕壁哦，非常的陡峭。
哇，這裡沒有任何的護欄，但從這裡啊，可以看到對面的山峰，有一些山峰啊，在雲霧裡面若隱若現的。看這周圍，我們繼續往上走。哇，越來越陡了。小廟就在這上面了。哇，我們现在已經上到這座山峰的最頂上了。而曾經啊，就在這一座山峰的頂上呢，修建的這一座小廟。你看，現在我們已經來到它的身旁了。這座小廟啊，應該是後來重建的，因為你看周圍啊，全部都是用水泥呢切築而成的。而曾經的那座古廟呢，已經不見蹤影了。但是不難發現的是啊，這座寺廟呢，它和以前過去的那個古廟，它們的占地面積呢，應該都差不多，就只有可能6、7個平米吧。哇哦，裡面有一些神仙，就放在這個桌子上面的。啊，四周還有一些觀音啊、童子啊，而中間啊，這個比較大一點的、金光燦燦的，應該就是本尊了。你看左邊這一尊啊，手上捧着一個小金人，這應該是送子觀音吧？但是右邊這一尊啊，你有沒有發現它不太像是觀音呢？因為頭上啊，竟然戴着毗盧帽，又或者說是那種五佛冠吧，有點像是唐僧哎。你知道他是誰嗎？应该是救苦菩薩吧？救苦菩薩？那救苦菩薩會有什麼作用？救苦救難呢？救苦救難。啊，求平安，保平安吧，是不是？這一面呢，有一些穿官袍的人，還有這種陶瓷的觀音。你看這一尊手上拿着一個針，應該是藥王吧？你看從古至今啊，這座小廟啊，最靈驗的地方呢，就是治病救人，還有求子的吧。所以，當這個小廟啊，在過去的時候，最早的時候，本來是沒有任何香火的，但是後來聽說非常靈驗以後啊，突然這個小廟就變得香火鼎盛了。你看下面的這個香燭啊，其實看上去並不多，但是這裡有一個香盆，燒的還是挺多的。所以過去也不難發現啊，這小廟過來求拜的信眾啊，應該不少吧？空間真是不大哎。你看，我們現在站到這個房間裡面啊，就是整個山頂啊最大的面積了，那也就只有7、8個平方米吧。目前這個寺廟啊，遺留下來的東西呢，並不是很多了。那從現有的記載來看啊，說剛才我們看到的那座鐵索橋呢，是修建於光緒2年的9月18號吧。那也就是大概在1876年的時候了，那算算已經差不多有100多年的時間。而這座寺廟呢，其實與剛才那座鐵橋修建的時間應該是差不多的。所以看到這裡啊，我突然想到，在過去的時候呢，我曾經在重慶啊也去探尋過建在一個竹筍山山頂的一座唐代的寺廟吧，它也同樣非常的險峻啊。那也就是說呢，像這樣的一些山峰頂上的寺廟，在國內啊真是蠻多的。但是你看，在過去啊，那個沒有任何機械工具的年代啊，這些工人，又或者說這些修建寺廟的人啊，他們究竟是怎樣把那樣的一些建築材料帶上來的呢？難道真的就是一磚一瓦的呀，這樣背上來的嗎？真的是太不可思議了啊！站在這裡啊，欣賞着遠處的風光，看上去啊，真是非常的漂亮。不過遙想當年啊，在100多年以前呢，站在這裡的人同樣也欣賞着相同的風景。不過他們除了看着這遠處的風光啊，又會想着什麼呢？不知道啊。不過這也讓這一個懸崖峭壁的小廟啊，增添了一絲神秘的色彩吧。好吧，那這裡啊，也就是這樣了。那我沙僧，我是小思。現在呢，我們在五峰山頂的觀音殿。那我們的旅行啊，又將繼續。那我們下期再見。好吧，走了。你知道我現在想的是什麼嗎？什麼？太冷了，這裡。對，非常的冷啊！你看我們的手啊，都凍紅了，所以我們得趕快下去了。拜。
我們得原路返回。現在天快黑了，你聽周圍啊，這風啊很大，呼嘯而過。剛才我在飛無人機的時候啊，這個無人机沒法在這個小廟上面降落，哇，這真是嚇了我一大跳啊！如果沒法降落的話，電量看着還只剩20-30了，這就得墜機啊！不過好在，我就趕快跑到這裡來啊，降落的。你再看這裡，懸崖絕壁啊！它其實沒有我上次啊去探尋的那個唐代寺廟，就在重慶的那座寺廟這麼險峻，那座寺廟會更險峻。不過這座寺廟也同樣是挺古老的，挺有意思的。有機会可以过來看一看。這個寺廟它就在貴州這一面。這邊看下去還是很陡峭啊，有點深了。你看，萬丈深淵。再看這邊，這面還稍微好一點，不過到那個地方啊，下面就是直線往下了。這垂直的距離的話，我估計應該得有100多，接近200米高了吧。也有一個箱子牌，露天的。後來大家都在這裡祈求啊，祈求平安，祈求神靈保護啊。小桌椅板凳，石頭的。不過這裡的菩薩不知道為什麼就沒了，難道是搬到剛才的那個山頂上面的小廟裡面了嗎？這個路其實有點滑，哇，手都凍僵了。这裡有點黑了。再看一下送子觀音。再看一下這排神像啊，元始天尊，不知道是不是啊？好，走了。還有這2尊不太認識的神像吧。在底下。好，走了。